昨天大家都要关切柯文哲了哈，就一审下来重判10几年，真的很重，很重哈。那我本来以为最多就是图利罪啊，因为就是好吧，温世强的确他获得好处嘛，最多就是这个嘛。那结果不是，结果他把图利放到那个受贿里面，一下就判了13年，哦，所以加起来有17年，非常重哦。那他也，我们的这个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是。一审如果死刑、无期徒刑，或是10年以上有期徒刑，就没有选总统、副总统的资格。不是这样，不是这样，是这样。不，那个是误导。那是这样。修正了。内政部有重新出来解释，不是这样。所以说加起来啊？不是，就你登记的那一个刹那，你的罪行处罚不能超过10年。所以呢，如果下一次2028登记的那一天，柯文哲的刑期又降到10以下，他可以当然2审如果降下来，那是2审降下来才是嘛。你说2审我当然知道了，2审都没有降下来就不是嘛。但是2审要降下来也不容易，而且要在1年内，很快的，也不容易。2028好吧，不管了啊。除了我，柯文哲说还有千万个小草，就那时候那早先革命先烈去推翻满清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林觉民啊，什么这些知识杀掉我，后面还有千万个我啊？他乱讲。现在小草已经没有千万。好了，柯文哲说，说赖清德，柯文哲对赖清德说，我绝对不会投降，哦。那另外呢，柯文哲说，赖清德只有希特勒的野心，却没有希特勒的能力，所以呢，他在国家制造敌人，我不会屈服啊。那另外呢，当然这次判决也有一些奇怪的地方了哈，就是说，法官说这个 Excel 上的1500没有证据。哦，除非检察官在补强证据，那小沈拿了100多亿的这个等于是利益了，哦，那收贿只有210万，7个人头，1个人30万，这东西对价你总要对价嘛，这对价差得很远了，哎，你给我的100亿的好处，我要给你行贿210万，那法官的讲法是说，谢有前金跟后谢，他说呢。前金少，后谢可能很多，但你要找到后谢啊！你不能说前金210万，后谢是2亿，2亿在哪里？你不能自己猜嘛！哦，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让大家觉得说，我今天为了很多法界，他们说，如果说真的他们这样讲，如果说柯文哲判17年，那民进党那些县市长，我不讲名字了，大家都知道我讲谁了，那不知道10倍嘛？那个罪行不知道比他多10倍嘛？啊，好吧。法官说柯文哲公私不分，因为给他政治献金不是候选人的私人财产啊，那所以呢，他认为柯文哲侵占了政治现金啊，比如说肖像权、授权，他也侵占了。穆可公司的员工把那个政治现金去发给员工的薪水，然后员工也可能是在做辅选工作，然后呢，这个 KP 的小物募款他也侵占了。穆可也侵占了这个 KP 秀的盈余啦，穆可侵占了这个采风的捐款了，因为穆可是柯文哲的公司了哈。但是选举人有时候他也许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弄了，他也许公司也是他辅选的这个机构之一，我不知道了哈。那他否则搞个私人公司干嘛？那另外呢，说没有申报的政治现金600万哦，然后呢，反正这些政治现金，反正就说因此他不是只有。受贿嘛，还有其他的公益侵占啊等等啊。那法官还批他说他收贿，而且迟迟还不认罪，浪费资源。你认罪不就好了吗？我们就不需要花这么多时间在审理了吗？那另外呢，陈佩琪说全家都被抄到翻天，因为柯文哲之前讲，连岳父的死掉岳父的账户都被这样翻箱倒柜的查。那他说，请问法官，我先生贪污的钱在哪？因为捉贼要捉赃。不管怎么样，你就算怀疑他，你总是要有证据嘛。你不是说我猜没有，证据还是蛮重要的。那柯文哲律师团说，法官判决后谢这样，我刚刚讲了，前金210万，后谢呢100多亿的后谢在什么地方？沈清金昨天被要求加3000万这个保金那很快他就凑到了，他有钱嘛。但是他说千言万语无限悲伤。那柯文哲。判了17年，北检说要紧速研议，要提起上诉，就不满意，说法官有些东西讲的不对，什么1500万，什么1500万，我要补强证据，我们证据还不够吗？法官要提起上诉那我相信柯文哲也会上诉不能只是检察官上诉，那柯文哲不上诉啊。那柯文哲说我不投降，
北检加速北市科的5大弊案，其他的案子啊。那另外呢，他们就想说郑文灿，你看柯文哲多快，先把他压了360几年，然后啪啪啪啪啪啪很快。郑文灿也涉嫌呢，2度签结，根本如果不是一再追，签结了就没事了。一审2度换法官，一换就重新来，一换重新来，还在审啊。我们看一下，民进党才是共匪。柯文哲一审遭重判17年，痛批不是审判，而是政治追杀，认为是一场政治操作下的司法表演，一度讲到愤怒捶桌，甚至公开对总统强神。我不是一个很喜欢激动的人，不可以让这个，我再问一遍，再讲一遍，赖清德，不要让这个国家四分五裂。赖清德，我不会屈服的。怒轰检方未审先判，先设戒，再画靶，编故事，罗织罪名。政治现金案控诉我一大堆了，有查到任何款项流于私用吗？我没有图利，没有贪污，我非常坦荡，我自己晓得。你们用210万，我甚至都不知道的政治现金当作收贿，这根本就是抹黑。有罪推定取代无罪推定，羁押逼供取代实质的证据。政治立场凌驾的程序正义，用虚构的1500万定不了柯文哲的罪，用捐给台湾民众党的210万判我贪污。律师批评北院对检方指控照单全收，判决理由违背常理。针对台北地院在这一个审理过程中发生的这些瑕疵跟不当的判决谬误没有落实公开公平的审判原则所造成的这个判决结果，我们深感遗憾。我们会在收到判决之书之后，严议提起上诉。来，去部。好，在昨天这个判决，其实我们先前大概都有想过各种的沙盘推演，从来没有想过是用210万这件事情。我相信过去各大的媒体、各个大家讨论也从来没有是210万这个政治现金被作为是所谓的汇款的证据，然后来判释3年的贪污，非常非常离谱。我一个一个跟大家讲。如果假设他要行贿，他要收贿，过去大家看过，在不管是其他判决或什么，在床头底下藏着1袋钱，在高铁上有1袋钱，偷偷摸摸的给，有人会汇款登报告诉大家说，抱歉我汇款，我行贿他了。政治现金会登载在哪里？会登载在监察院的公报上面。所有的用途都要受到规范，而且它是在民众党的政治现金专户。刚才赵大哥有一个图卡，这个是法官说，柯文哲因为有公益侵占，他说什么呢？政治现金非私人财产，现在汇到了民众党的政治现金专户，怎么又会算成是柯文哲的贿赂？这2件事是相互矛盾的他在公益侵占的时候说政治现金非私人财产，所以不能算是柯文哲的。可是呢，当汇给民众党的政治现金的，他就算着这是给你柯文哲的汇款。这2件事在同一个案子上根本就是自相矛盾的。再接着我来讲，刚刚也讲到说不成比例，这个是121亿到150亿，然后你用210万说你要贿赂一个首都市长。然后贿赂一个他家的财产，其实他家的财产包括他的太太以及他过去的收入，用210万，这大家觉得社会常识都不合理。那你说时间序来讲，前金或后谢，不管法官说不管是前金或是后谢都有可能。在2020年3月，他是什么的前金？我不晓得。如果他是什么的前金210万，那后谢到他选完总统，到2024年的9月。他被关押的时候，你在他的账户里，在他太太的账户里，在他家人所有的财产里面，你找到了后谢吗？你找不到后谢。那如果他是210万，是2020年后谢，前金是什么？你找得到吗？也找不到。所以这完全都是没办法说。然后唯一说为什么他会认为知情，是因为朱雅虎的一封简讯传给了李文忠，而李文忠回了说谢谢，我跟市长都谢谢。他只是一个公关的回应。这个案子里面，李文忠在金华城案是无罪的。是无罪的。既然李文忠都已经是不知情的人回传无罪，为什么没有收到简讯的柯文哲会变成是知情？最后说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朱雅虎臆测沈庆京走出来的时候带着一抹微笑，所以他跟柯文哲达成了翻译的联络，就是讲好了金华城案我会给你过，一抹微笑，没有任何的说明，没有任何的讲话，就说
这个是已经达成犯意的证据，所以在我们来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用210万为了要把他判贪污罪，然后判到1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210万过去我们从来没有想过。不过大家有在讲，刚刚包括沈大有在讲说，这个没有千千万万的小草，我不知道有没有千千万万小草，我只知道我感受到的，我们的支持者还有一般过去不问政治世事的很多的民众已经开始沸腾了。这个事情我看过在哪里？在2025年1月，当时因为柯文哲已经4个月的被检察官羁押之后，他应该要被交保了，结果还是继续的关押，111的定勾机，那时候那个气氛，我现在感受到是这样。还有一个是，当然也谢谢那时候国民党的好朋友们，他们也一起站出来声援。还有另一次，我们也被说是完了，那时候是9月5号，在2024年的9月5号，柯文哲被关押进去的时候，大家也觉得民众党完蛋了，群龙无首了。短短的2天之内，我们在9月8号在济南路办了一场活动，那时候也是群情激愤，我以为来了2000人，最后整个济南路塞满了2万人。所以请大家在3月29号，如果你看不惯这样的司法的判决，这样的司法的倾斜，请大家站出来，告诉大家，告诉赖政府说，我们不愿意这样子的台湾。3月9下午嘛，对不对？3月9下午2点钟，在凯道休息还走完了。柯文哲昨天被判17年，所以呢，觉得司法不公，政治介入，所以民众党在329下午2点钟要上凯道啊。那另外呢，这个黄光昌下动员令，黄光昌是民众党主席了，号召小草329上凯道讨公道啊。那而且他们说，不是只替柯文哲讨公道，是替台湾的司法的公平正义。台湾的司法经常2套标准嘛，为什么对他就这样，对他这样？要不然就是一视同仁，大家也没话讲嘛。那民进党团说，你错把街头当法庭，你在街头上能讨到什么公道？在法庭上讨，问题他在法庭上讨不到，他就到街头去讨啊。那另外呢，柯文哲被重判会不会被退党？因为民众党大概每个党都有嘛。如果你有什么有判刑啊，或者被起诉，不同的规定啊。民主党说，党纪不处分被司法追杀的同志，原来被司法追杀，所以呢不会处分他啊。那另外呢，民主党低调修他的纪律准则，说重大特殊情事的不在此限啊。我们看一下，上凯道讨公道。民众党召开扩大会议，中央委员钟评委齐聚，要替创党主席柯文哲讨公道。我们昨天晚上已经紧急申请到了路权，我们要邀请的是所有看不下去赖清德政府滥用司法检调、追杀政治竞争对手的台湾人民，一起站出来。民众党下达全国动员令，3月29号下午2点上凯道发出怒吼，但柯文哲的妻子陈佩琪情绪激动，在脸书控诉法官先生贪污的钱到底在哪？等法庭直播出来，请大家来找贪钱给我的证据。佩琪医师的心情难免会激动，在这条道路上面。会陪着柯文哲主席捍卫他的司法清白。这个判决在第一时间听到的时候是相当的错愕，看到这样的一个判决，那同时也是自己认识而且敬爱的长辈遇到这样的状况，其实我也是相当的不舍。同样官司缠身的高虹安隔空送暖，但根据民众党的纪律评议裁决准则，若从政公职涉犯贪污罪，将面临除名或停权。柯文哲同样适用吗？这是来自于民进党政府对柯文哲主席的政治追杀跟政治迫害，当然不会有退党的问题，更不会有你刚刚所讲党纪的问题。我们有信心，在未来2审的时候，在司法的攻防上面，可以把证据力做一个重新的整理，甚至我们更有信心，能够在2审的时候，绝对能够让柯文哲达到无罪。定调是司法追杀，柯文哲不会有任何违规争议。2028政治路尚未盖棺定论，民众党要先上街头向执政党发出怒吼。好，那么到底这个柯文哲他要号召群众上街头，来，吴峥怎么看？深吸一口气。对，因为民众党是当然
一直以来的定调是把这个定位为一个政治问题。但是说实在的，因为我还是回应一下徐副了，就是因为现在看起来民众党主要锁定在政治现金这一个论述上面，就是说，如果要行贿，怎么会汇到政治现金的专户里面呢？更何况还是用报的，这样怎么会是一个汇款？可是事实上我们知道说，在所谓贿赂的一个程序这个事情上面呢，那其实途径你管道是现金、市政信专户，什么形式不是最重要，重点是你有没有这个对价关系嘛？就是说有没有约好说你帮我做件什么事情，我给你什么好处，这个才是真正的重点嘛。那所以其实你说210万金额是大是小，比例多少，其实不是在这里面不是一个关键因素。因为我举个例，我们有个字叫契约贿选嘛，对不对？契约是什么？契约就是你根本还没有拿到钱0块，你只要讲好了，被发现你是讲好了，你行贿公务员或民代讲好了就可以判罪。那有谁证据都没有？那有谁是这个样子啊？对不对？那就是有谁是这样？就是黄国昌的前战友徐永明啊，他在搜狗案里面就是被认为被判定契约嘛。就是讲好说你帮我办公听会哦，然后我给你多少，然后徐永明后来问说钱呢？怎么还没有来？结果还在这个过程中就被破获了，就被判刑了。那我看黄国昌当时也没有出来上街抗议游行啊，也没有说这是司法不公，也没有说这是判决太离谱啊。对不对？那为什么现在黄国昌就说昨天这个判决太离谱了啊？马上徐副不能讲，但对我来说，因为黄国昌要抢小草的票嘛，徐永明当时没有多的票让他收嘛，就是这样子啊。你要对实力过去的这样的背景说明，那是你要对实力过去的负责。这个是你们的逻辑嘛，对不对？那政治现金如果今天讲好说你帮我处理的这个都跟容积事情，我觉得你政治现金它当然是一个对价关系。连这个都没有证据啊？那不有啊？怎么会没有啊？法院就说了，一个笑容啊，这个都在里面。法院的判决书你有没有去看？他说因为一个笑容构成的这就新闻稿，那包含李文忠传言说长辈的捐相助，我们感激。李文忠在这部分是无罪的，很感激。对，没关系啊，这个你们可以去法庭上主张。所以第一个事情是，政治现金当然可以作为对价的一种模式。其实我们全台湾所有人，包含徐武现在在选，其实也都很清楚知道嘛。难不成你未来可以跟你的选民说，我的公定价在这边，我帮你出一个案子这个陈情1案5000，会刊1次1万我帮你做成，你就捐到民众党的政信专户里面，可以这样吗？这样的话保100%处罚，我们也没有人这样啊，所以没有人可以这样子，没有人可以这样那第二个事情是说，其实这个事情还是回到到底柯文哲在他市长任内给金华城容积这个事情是不是于法不容？其实我想这段时间。大家，我真相信，其实我们在座都聪明了，大家也都很清楚，这个事情就是不行了。包含为什么蒋万安的市政府，蒋万安的都发局后来讲说，台北政府未来不会再有任何案子是循这种模式，讲得很清楚了。当时台北市议会也是蓝绿议员，你们的陈佑成，他后来退席，但是蓝绿议员组成调查小组，联手做成结论，就是认为金华城这个案子是否于法不容，是贪污，不是贪污啊，就图利，是图利了这一个财团。其实这都是历历在案啊。那如果今天民众党真的觉得很不公，第一个，你们可以到法院上去阐述你们论述，这任何人都有权益。那作为政治上，包含我刚讲了，你们未来徐副现在选议员嘛，其实你也可以提这个政见啊。我主张未来台北市的容积就是市长的裁量权，不管是公家的案子、私人的案子，跟市政府有没有关系，市长想给就多给20%。对不对？民生不是市场的裁量权，它是经过都委会合议之后才能给到裁量的，对不对？所以吴峥完全没有了解这整个案子的过程。金华城就不是在都跟的，金华城是在都跟的范围吗？我们适用都市计划法第24条的细部计划，就不能可以给予容奖。包括张景生、包括林周明、包括11位作证的公务员都说可以。如果你这样子认为的话，你可以作为你这是竞选政见主张嘛？不是，就是昨天柯文哲一审判决这件事情是大事。也是小事。那对柯文哲来讲，尤其对民众党来讲，短期内尤其到2028都是大事。但是如果10年、15年回头再看，一定是小事。尤其是民众党如果泡沫以后，那当然是小事。但是昨天大家的反应大概可以分成2类，一类就是民进党人，那这个我就不多讲了，这个以吴峥刚才的发言为代表。他刚才讲那些。那要反驳的话，由徐府反驳，所以我们不琢磨。但是呢，国民党这边很有意思如果我是国民党人，而且2026被提名要选市长、县市长，或者是选议员，大家都留余地，甚至还帮柯文哲讲话。为什么？因为我的票里头有民众党的票，这些票我是要的，彼此合作。而且一个例外都没有。国民党的候选人不管选什么，
国民党的候选人没有一个敢骂柯文哲，都不敢。这个就是从政的困境跟悲哀，你知道吗？所以像我们这样现在不从政，都悠游自在。你看，我们现在可以讲我们所应该讲的话。那我的初步的看法跟你类似了，就是说，这个罪行法定主义也好了，或是他判的罪行也好，跟他的罪名啊，是有一点相当程度的不成比例的。不过在美国是可以的哦，美国常常有那种作奸犯科的江洋大盗，他一共有10几个罪名，但法庭都烦了，最后就挑一个比较大的，或者最后挑一个那个证据比较明显跑不掉的，就挑那个出来判刑，其他收了，其他不管哈。但是我们台湾这种情形比较少，这个大家老百姓是有一点觉得说，这个我的结论我替老百姓讲话，就是柯文哲非常客气，这胃口很小。就几百210，哎，就几百，不，你讲话要两边讲啊。哎，也许徐府同意我的看法，他认识的柯文哲也许胃口就是很小。那还有你要替我讲，你也不能把他一半就这样。另外一个可能就是沈庆津啊，真的是很聪明，他花了那么一点小钱，可以得那么大的利益，这也很厉害啊！你不觉得这也很厉害？所以这一点就是给他们有这个琢磨的地方。但是我必须讲了，黄国昌要带人去凯达格兰大道，还有这个柯文哲一定要把它讲成这个是政治案件，都情有可原。为什么？这是他们在目前的职位上所能够走的唯一的道路，他没有第二条路啊。所以呢，我是同情的，不像你这样，你是无血无泪嘛，你要他怎么办呢？政党立场不同啊，那政党立场不同，他们执政党嘛，那你现在国民党跟民主党，他当然要合作嘛，他2026他各方面都要合作嘛。那刚刚老沈讲美国，你不能用台湾跟美国比嘛，美国是英美法系，常常是判例啦，台湾那么管什么判例？台湾是大陆法系啊，那个法系根本不一样嘛。休息一下再回来。